今天来做一个迷你3换机臂换电机的教学视频。迷你3迷你3 Pro 包括迷你4 Pro， 它们更换机臂、更换电机的方式是差不多的大同小异。先把它的桨叶全部拆掉。这个机器呢，我提前测试过了机臂断了，然后这个转轴里这里也有问题。前机臂断掉了这个位置看着这个地方裂开。如果是换后机臂的话，难度小一些；换前机臂的话，那个难度大一些，因为它连着信号线还有灯线一起它线比较多。它分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机臂断掉了，但是它的电机功能完好。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电机坏了，机臂完好。再还有一种呢，机臂电机都坏了，3种可能都有。现在我们遇到的这种呢，基本上就是涵盖了我前面的那2种出现的可能，怎么去换，怎么去处理。我现在仔细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这个迷你3跟迷你3 Pro 还有迷你4 Pro， 只要是涉及到炸机，都需要去检查一下它这个转轴，尤其是前转轴特别容易坏。外表它看不出来，但是的话，它两边对比明显会有一边会松松垮垮，它可能是转轴里面断了、裂了都不一定。像这种必须要更换掉，要不然的话飞起来很容易炸机。先换这个机臂，换机臂的话呢，就是上盖、底壳都要拆开。话不多说，现在开始拆。机头前面它是有2颗 T4 螺丝，所以我们用 T4 螺丝刀来拆后面呢就是2颗普通的小的十字螺丝。底壳这个位置呢也是2颗 T4 螺丝。这里有张内存卡，先拿一下，拿个撬棒沿边边撬。拆出来所有的卡扣完好无损。换这个左前臂，它有天线，我们必须把这个上面的散热板这些全部拆开。看一下左前臂是哪一根天线？看一下天线的颜色电机这边先拆一下。像迷你3的话呢，这个电机下面它没有打胶。如果是迷你3 Pro 或者迷你4 Pro， 这个电机这个螺丝下面可能打胶了。打胶的话呢，你们就需要先用热风枪加热，温度不要超过150度。加热之后呢，拿个镊子把这个胶刮掉，再去拆这个螺丝，要不然你直接拆很容易导致这个螺丝滑丝的。拿下来它这个电机它是好的，所以我们要保电机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信号线信号线它是一根黑色的这是一根天线，它是一根黑色的，所以相应的我们在这里找到黑色的这根信号线，把它取掉。风枪加热，把 UV 胶拆掉。拆这种 UV 胶呢，我风枪温度一般都是150度左右，不能太高温度。先把它拆掉，这边会挡的话也是有 UV 胶，继续拆。前臂除了有信号线连接之外，它还有灯线，你看没有？这里是个灯，所以的话我们要找到灯线，灯线在底壳这里，把底壳先拆开。底壳它没拆过的话，非常的硬，拆的时候大家有耐心一点，慢慢拆，不要着急。把这个盖子稍微打开一点这个就好拆一点。这就拆出来了，所有卡扣完好无损。灯线的话，在这个下视觉的下面，所以我们必须还要把这个下视觉给拆掉。首先这里有一个排线连接到这里，一个排线需要拆掉。风枪加热，取下 UV 胶。这上面4颗螺丝是固定这个下视觉的，不用拆。要拆的是下面的这4颗螺丝这4颗。直接可以取下来。里面掉了一点草这里有2个灯线，分别是2个前机臂的。我们要换的是这边左前机臂，所以就拆这边的灯线。灯线的话没有打胶直接均匀的左右往上拔就出来一定不要硬拔硬拔一下就会把这个接口给拔断掉。我们还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信号线你看这个信号线是这样子横穿走过来，所以我们把信号线先要把它理出来。
理出来了啊。机臂转轴的2颗螺丝拆掉，啊，也是 T4 螺丝。好，这个时候均匀用力把这个机臂往外拔。注意看这个地方，它这个线是留有一定长度的，它把这个线藏在这个里面。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个线呢，把它理出来啊。这个线是留有一定长度的啊。再把机臂再往外拔。到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很关键的步骤来了。现在是要保电机，只是换机臂。保电机换机臂呢，有2种方法。一种呢是直接焊到源头，焊到电条板上面去，大家都会，而且我之前拍视频、拍其他维修视频的时候也拍过啊，焊到电条板上面去。那我今天讲的是另外一种方法，我不焊到电条板上面去，从中间把这个线截断，截断之后，然后用这个好的机臂跟这边接驳，这样的话呢就省去了很多工作量，要不然的话你还要把电条板拆掉，非常麻烦。这个地方的话呢，要把这个线呢理出来之后，要留出一个合适的长度。一般像我的话啊，把它理出来之后，取中间差不多中间的位置给它剪断，直接剪断啊，剪断，然后再给它拔出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紧接着我们把这个电机，这个电机它是好的嘛，所以我们电机要保留好。正常情况下啊，你们在网上买的这个电机，它是带一条完整的线，但是呢，你想从一个机臂里面这个管里面穿过去，基本上是穿不过去的，因为它这个孔啊非常的窄，所以没可能穿过去的，可以这样说。这一边同样也是采用接驳的方法。如果现在电机是好的，保电机把这个线留给电机的长度稍微留长一点，不要留得太短。如果反之，电机是坏的，机臂是好的，我们要换个电机，尽量从那个电机的末端把线给剪短，给这个机臂留的线长一点。现在是保电机，所以把电机这边的线要留长一点。留大概多长呢？这里有一个原厂的黑色的热缩管啊，热缩管以下一点点就可以剪了，太长也没有必要啊。热缩管以下的地方就开始剪。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机臂就是废了。那我们要对这个电机进行处理，待会儿方便我们进行焊接还有接驳。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拿一把刀片啊，把这个热缩管给它切开。切的时候啊，小心一点啊，不要说猛的往下一刀下去，那这样的话会把里面线跟里面的线皮给划伤的。所以切的时候慢慢的看着点，自己感觉一下，看有没有切到线，尽量不要切到线。切开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热缩管给拨开。可能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兄弟会质疑啊，你这个电机这边又接驳，这里又接驳，那接驳了几次，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效果怎么样取决于你焊的怎么样。如果你焊得好，那么这个它的电阻那个电流电压的损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焊得不好的话，那确实这样接驳那就不好了，可能会导致发热。这3根线啊，理出来之后呢，用一个剥线皮的工具啊，类似于这种钳子也行，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或者打火机都可以。我们把这个线皮剥出一点点啊，不要剥得太长，就露出一点铜就好了，不要留太长啊，就露出一点铜就可以了啊。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电机靠近电机的末端啊，每一组线它都是有2组单股铜线组成啊，这样可能看不清楚，我用刀片给它分开啊，这样子应该能看得到吗？看着，就这个地方啊，有2根单股铜线组成，每一组都是，所以的话，你们在焊接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把2根单股的这个铜线焊接到位。单股铜线它是7包线，在焊接之前一定要用电烙铁把它外面的绝缘层给它烫掉，要焊到位，要不然的话焊接时间太短了，绝缘层还在上面，会导致导通不良。接下来一样的操作，这个时候呢，我们拿出电烙铁，提前给它上好锡，是2根线有分得太开啊，我给它合拢一下啊，尽量给它合拢一下，不要让它分开，给它上点锡啊。上到它就是整个闪闪发亮啊，它不是说还有发黑的状态。如果你上完锡它还是发黑的，
说明它的绝缘层还没有被烫掉。烙铁拿走的同时，留一点点锡在上面，方便我们待会儿接驳焊接。先放一边。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机臂。我们这个机臂的话呢，上面带的电机呢，它是坏的，只需要把我们的好电机换上去就 OK 了。把底下的贴纸给它弄出来啊。拆出来了啊。现在这个是保机臂啊，不保电机，可以电机这边剪短一点都无所谓。这里呢还可以啊，你看，如果是单独这样机臂，它还有一定的拉伸余地，你看没有？啊，还可以往外拉一点，大约拉到这个能看到里面有颜色的线这个位置差不多，然后我们给它剪断，这个地方留出来。这个位置我们拿那个刀片呢，给它划开。当然了，这个线呢也不能留得太长，因为如果留得太长的话，待会儿电机往下面放的时候啊，这个线会顶到电机，导致这个电机卡转，所以这个长度看着点啊。把这个线拿掉了，把这个线稍微再往外拉一点啊，稍微再往外拉一点点，剥皮剥到露出铜。一定是2根单股铜线啊，都要露出来啊。如果说你接驳之后只接到1根铜线了，是不行的，到时候会报一个动力异常或者是电条错误之类的，它会报错的。上锡一样的，它里面也是有绝缘层，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绝缘层给烫掉。烫掉的同时呢，同时还留点焊锡在上面啊，方便等一下接驳跟焊接。接下来做的一个操作呢，就是把这个电机装上去。装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准备好我们的热缩管。这个热缩管网上都有的卖的啊。我这个热缩管的口径是1毫米的，大家可以按照这个规格去买。剪3节啊，3根线剪3节出来。然后套的话肯定是套这一边嘛，因为这边的线长一点。先提前把这个热缩管先给它套好。有个细节动作，热缩管啊的末端这个地方折一下，防止这个热缩管在焊接过程当中掉下来。一旦它掉下来，你烙铁温度高，它自己就缩了，你就白焊了。套进去折一下啊，就这样子折一下。然后这个线的话就不用说了，颜色对颜色，从红色开始吧。如果你感觉它不稳要掉啊，可以用一个这样的台夹给它夹一下。这个工具网上也有的卖，就叫做维修台夹，夹住啊，不让这个机臂动来动去嘛。夹住之后啊，拿出烙铁进行焊接，一定是焊到位的啊，不能焊虚了。焊上去之后啊，有个动作，用手啊，轻轻的往两边扯一扯，看有没有松动的痕迹。如果说有松动痕迹，那就不行，还要继续焊接。这个就焊得很好，没有任何问题。把这个热缩管推下去啊，推下去之后用风枪吹完之后，这个热缩管自己就紧了。接着焊第2根，拉一拉啊，两边扯一扯，稍微用点力。感觉牢固了，把热缩管往下套。第3根，像我这样子焊接啊，基本上就跟原厂的工艺就是一样的了。接下来就把这个线要往回拉，有个细节要注意啊，因为我这里套了3根热缩管，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比较粗啊，拉的时候它可能会有阻挡，不要说使劲拉啊，边拉边用镊子推啊，稍微推，把这个线给理顺，要不然你强行拉，可能这个焊接的地方会被拉断都不一定啊。再往回拉一点，你看。这样子留出了合适的长度，你拉到位置刚好，也不会挡住电机，也不会说短了。然后把电机上螺丝，拧回去。
那这就跟原厂的一样的，没区别。往回装的话啊，注意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已经是被我提前剪断了，这个地方也是打算要接驳。为什么要在这里去接驳呢？而不是从电条板去焊呢？也不是说不能从电条板去焊，可以啊，但是动作比较大。你电条板拆下来是吧？你这些所有的这些线呢，这些几个 GB 的线你都要松开，打胶的地方全部要弄开，然后把电条板整个拖出来，然后去焊接。对于新手来说啊，比较困难的。先把这个线皮剥出来啊，它这个电机这个线的末端呢，它就不是单股线了，它是多股线一样的啊。先剥这个皮的时候，尽量保证这个里面多股线的完整，你不要说一钳子下去，这里面的线都断了一半，这样不行的。还有一个稳妥一点的办法，就是拿打火机啊烧，趁它软的时候用手一捏。这一头留多长，拿出我们刚刚换下来的坏的机臂，我们来做个比对，看它大约到哪个位置，比那个位置比这个线的长度稍微长一点点，因为我们还要截取一段嘛，所以稍微长一点点，也不能留得太长，到这个位置，那我们再留长一点点，我们就留到这里，长了就没关系啊，长了可以把它剪断，如果短的话就麻烦了，你接驳再接驳就很麻烦了啊，剪掉，把线皮剥掉一样的。把这个线照原样穿回去，先穿这根信号线，这个线稍微拧一拧啊。对这个电机线进行接驳，准备好热缩管3节。怎么去焊接？我们必须就要先把热缩管先套进去了。把热缩管套进去啊，套进去之后，因为它是多股线嘛，就是这样子把它捋直之后，两个线交叉啊，交叉拧一拧啊，是一个连接状态，然后直接拿出烙铁，刚好上到圆润饱满就可以了，不要上的太大一坨啊，要不然待会儿你的热缩管过不来了，确保是焊接到位的状态就可以了。拿过来了啊 ，OK， 紧了。我刚刚风箱加热过程当中，我没注意看到旁边还有热缩管了，所以这个热缩管已经缩紧了，我们就不要了啊，我们重新换热缩管。所以我还是一根一根的套吧，一根一根的套。第二根白色的线啊，白色的线我们跟刚刚一样的方法啊，让它的多股线交叉，好，捏紧。OK， 差不多就行了啊。热缩管拖过来，最后一根。焊接好了啊。接下来再看它这个转轴也有问题，我们把转轴也拆出来。转轴这里3颗螺丝啊。注意啊，它这个3颗螺丝都是不带磁的，所以我们拆的过程当中呢，给它这样子打平啊，你拆的话螺丝不会掉到这个缝隙里面去啊，要不然很难找出来。转轴拿出来了，这转轴已经变形了，弯了变形了。这个转轴拿出一个我们准备好的新的转轴装进去，把螺丝夹到相应的位置。把这个线稍微往里面拉一点啊，边拉边把这个机臂往这个转轴里面套，然后把机臂的2颗螺丝也上好。上好之后呢，把线啊，先把线走好。这边有一根天线是横穿过去，穿到核心板上面去的，先把这个天线走过去。这里有一个专门走天线的槽，在这里位置啊，我们就从这个位置走，把这个线塞回去啊。塞的过程当中，同时把这个灯线给接好。灯线接好啊，然后把这个线塞回去。这边有一个专门走这个线的凹槽，这个地方啊。走3个动力电机线的，那我们也从这里走过去先。
有信号线，信号线是从这边这个动力电机线的下面啊穿过去的，把这个边动力电机线拿起来一点点，从下面穿过去。穿到对面来啊，穿到这边来。把所有的线都理好之后呢，别急着往回装啊，活动一下这个转轴。在活动的过程当中，观察下这个线会不会拉扯到。如果说会被拉扯到，那说明这个地方的线没有处理好，或者是转轴没装好啊。现在是你看，这个线是纹丝不动的啊，就 OK 了。然后掰一掰，两边转轴啊，硬度是一样的啊，我们就往回装，装回下视觉。扣好下视觉的排线啊，大概通个电看一下，看它会不会有报错什么之类的啊。把这个 GPS 板啊往回先压一下，先看一下它会不会报错。OK 啊，就这样子稍微压一下，拿出电池。那如果说开机有听到开机音乐，那说明我们的电机是换好了，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听不到开机音乐，那说明电机换的就有问题。然后再看一下前面两个灯，啊，都是亮的，没有问题。拿出遥控啊，把遥控先开好机。那看一下啊，没有任何报错了啊，那这个说明就换好了，没问题了啊。继续往回装，换机，把底壳先装掉啊，先把屁股这一头卡进去啊。先卡这一头，全部卡到位。T4螺丝，装好上壳，都是严丝合缝。继续装螺丝，这是客户的内存卡，不要忘记了。这边2颗 T4螺丝装上去，听一下开机音乐啊就可以了，就没问题了。那开机音乐有了啊，就搞定了啊。今天我的目的呢，并不是说主要是修这个机器给大家看，主要是告诉大家啊，怎么去换这个机臂跟电机。mini 3、mini 3 Pro、mini 4 Pro 3款机型，基本上看我这个视频都可以学会怎么去换了，无论是机臂还是电机，还是机臂加电机，基本上大同小异，就按照我这个方式。感谢大家支持啊！视频制作不易，希望一键3连，感谢。